咋样，美女？然后我是老四啊，然后刚才终于试驾了一下这个，春风的450 CLC。这车实车看起来，我觉得算是好看那一档的，起码说比525 CU 还是要强了不少，强了很多啊。就可能说剩下就是个人说你对吃不吃这个颜值的问题了。单说设计的话，应该算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然后着重的试了一下这个，反正简单的来看一下，近处看一下这车的做工吧。可能比较少的，在我的视频里要说出一句，春风的做工是要比无极的做工看起来要明显的要好一点啊，明显的要好一点。就是现在这个无极得加把油了，天天说自己跟宝马这那的，但是现在春风这个做工看起来要比无极的那个 CU525看起来要舒服一些了啊，整体看起来很整。还是给大家简单的带一下这个外观。我觉得这个外观上让我感觉可能没有那么漂亮的就是它这个排气啊，但是这个也是就是个人审美的东西，我就只说我的感觉，我就感觉这个排气可能再优化一点可能会更漂亮一些。要整体看起来以后就比较抢眼的其实是前面这个部分的设计，这个油箱部分的设计啊，它这个纯黑色的有一个版花纯黑色的，其实我个人觉得大家如果要订车订那个纯黑色的，可能这个车会更加的出彩啊，因为你纯黑色的话，其实全车它这个车是没有特别跳脱的件的啊，就是从外观上来讲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外观上看这个座啊，一看哎座椅怎么这么薄啊但不用太担心啊，这个座椅没有什么影响舒适度的地方，还是比较愉快的啊，还是比较愉快的。然后呢，就简单来讲讲这个车一个骑行感受吧。这个车，第一感觉坐上来以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按我的习惯来说的话，它比那个 CU525的坐姿要端正一点啊。这个说不好是怎么个端正法，就是感觉好像更正常一点，腿和脚的位置没有那么别扭。然后第一眼看到就是这个仪表啊，这个仪表按春风的水平来说，我觉得这个仪表是没有做好的一款仪表啊，就是做的不够好，这个仪表做的绝对是不够好的。首先就是旁边这个白色的这个公里数这些字啊，不是特别的清晰。第二个就是中间这个转速的仪表啊，它这个数字有点小。我是觉得这个你一个时速一个转速这两个东西最重要的两个东西，还是要做的清晰一点、明了一点啊。但是整体你说这个仪表显示有没有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啊。它跟那个450S2包括用的很多屏，基本是质感上是一样的。好像据说这屏还能什么投影之类的，我对那玩意儿也不感兴趣，所以就不聊了。我们还是着重聊聊这车的一个骑行感受。这车的骑行感受，简单来说，我认为就是相当好啊，相当好。但是它这个相当好跟其他的车还是有区别的。这个车它的特点可能是比较奇怪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偏高转的机器。虽然说我们看它的数据，它把这个最大扭矩降低到了6000转，但你骑上这台车的发动机给你的感觉依然是一个非常活泼的、非常愿意上涨转速的，或者说到了这个高转速域以后，它的这个动力非常好用的这么一种感觉，就是它还是一个高转机啊，或者说是一个偏中高转的机器，但是这个机器优点也比较多嘛，它的优点就是震动小，震动是真的小。就这个车我2档拉到100，你都感觉没什么震动。就这个在之前的 K1525，你就比如说CU525或者说高金这种车上，你是很难想象的，就是它能一直用到，就哪怕是这台发动机，它依然可以用到7、8千转这种感觉。虽然说到后面可能这个动力没有那么好了，就这个震动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车试驾起来会有一种感觉，整车比较整。就是它比 CU525要整，因为我试完这架车又去试了 CU525 给人的感觉就是做工上不太整，就骑起来以后一急刹也会有一种不整的感觉的。这个车骑起来感觉就相对来说比较整，我觉得动力层面上我要给这个车一个好评吧，反正它是符合我的感觉的。然后到2000转以上，虽然说它的低扭确实是不如这个 CU525 的，也是不如 K500那个机器的，但是它的这个也没有说脱档啊，也没有说脱档，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是一个转速响应比较快，然后
转速攀升也比较快，但是低扭不是特别脱档，有点像什么呢？你们想象一下，那个可能跟MT-03呀那种发动机的那种攀升的感觉，包括低转下的这种感觉，可能是有点类似的哈。然后我转速没有特别往上拉，就拉到8000转，估计再往上拉可能也不太好拉了。总体来说，这个发动机就是一个震动特别小，然后我认为声音也比较好听，就是不会造成困扰的这么一个发动机。然后它的整个偏向性呢，就是偏向高转低扭大概是到2000转以上，就是不脱档可以用的一个转速。然后换挡就不用讲了，这个春风一贯的换挡，国内其实基本都已经解决这个换挡的问题了。现在的换挡算是清晰可辨吧，就是用起来比较无感，你不会感觉这个换挡有什么存在感基本是不存在的一个感觉。然后要说的就是，春风现在喜欢把它的离合做的特别手轻就是跟川崎一个尿性，或者说跟这个本田的一个尿性，它这个离合做的特别轻手，就有多轻呢？就我感觉你不要说手无缚鸡之力了，就你可能就一个小拇指拉这个都随便拉这么轻的离合是好还是坏，那可能就看你个人的习惯问题了。反正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它这个离合过于轻手的话，其实对于这个半离合的这个质感控制可能是不太好的然后讲这个车的一个操控，这个车大家看这个样子，其实就能猜到这个车的操控肯定是不差的甚至我觉得这个车的操控可能是要比 CU525再好一些的，就是它的操控，你刚上来的时候可能感觉有一点街车那种倾向，然后你一过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好像就是他妈一个那种街车过弯的那种感觉，就是它的操控低速的操控可能跟 CU525是接近的，但是它到了这个运动场景下，就稍微带一点速度过弯的时候，它一定是比 CU525好的。而且这个车它居然还是有一定的过弯倾角的，它就是不像我们传统骑的金吉拉呀，或者说一些车，它的过弯倾角极差，这个车还是有一定的过弯倾角的。就是我害怕这台车在过弯为什么不敢压得特别厉害，我害怕它磨到这个位置，大家能看到。这个位置它这个排气支撑的位置是这个位置，所以我怀疑它有可能往右压的时候，有可能会磨到这儿，或者说磨到这个刹车的这个部分就是说这个车的运动性能不错，但我还是建议大家骑的时候稍微悠着一点。然后就是这车的刹车部分刹车部分的表现也是令人满意的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它的刹车比较的靠前端，就稍微给一点点刹车制动力就不错。而且它这个 ABS 的介入是一种没什么感觉的介入，就是我是听轮胎摩擦的声音我才知道 ABS 介入了，手上是没有什么 ABS 介入的反馈的怎么了？没有什么 ABS 介入的反馈的然后这就是这个车整体的一种感觉，我认为这个车整体做的是比较成功的它算是比这个金吉拉450呢，它补齐了这个骑行质感上比较好的这么一块然后比 CU525它可能强的是外观设计包括做工上这么一块你不得不说，春风虽然是第一次做巡航车，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第一次做，反正我是第一次骑他们家的巡航车，但是他们这台车整体交出来的一个作业，一个完成度可能是现在的巡航车里面完成度相当高的这么一台车。而且在整个这个放腿的位置，它没有做得很别扭就是没有什么明显烫腿的地方。你像那个什么黑旗那些车，这个位置会明显烫腿，但它这个位置，你看我刚骑完一会儿，这个位置这个隔热壳的表现还是我觉得是合格的，就是你会感觉热，但绝对不到烫。然后这个位置也是磕不到的，就是那个无极的这个。这叫什么呢？离合的位置，离合这个圈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嘛就会磕腿，但它这个是完全磕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在这样挪车的时候，其实你是不会磕到哪个地方烫腿的位置的不会磕到哪个地方烫腿的位置。然后这个关心这个发动机的发热量问题，春风450这个发动机其实在众多的好处后面，其实有2个表现不太好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发热量，第二个就是这个油耗这个油耗我估计不太好讲，大家实车到了以后去看，我估计还要大概，如果你骑得猛一点，应该要还要5个多到6个。然后第二个发热量，这次也确实风扇介入了，但是现在天特别热嘛，这个风扇介入以后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噪音倒不是很大，它不像我骑那个高进500，就是我骑车的时候一半的声音可能都是这个排气风扇的噪音
然后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我觉得要给这个车一个差评的地方，就是这个排气声音啊，这个排气声音绝对是个差评。点燃火，就这个声音它有点撇，它有点撇，你知道吗？它没有那种浑厚感。他已经努力在做那个嘣嘣嘣嘣嘣嘣的那个东西了，就已经想把嘣嘣嘣嘣嘣嘣嘣那个声音给突出出来，但是它整个声音的这个频率或者说旋律，就是它270度曲轴这种感觉，它不是那种3拍子嘣嘣嘣嘣嘣嘣，或者说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质感，它是还是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偏向于街车的那种啵啵啵啵啵啵啵那种感觉啊，就是里边还是更偏向一种高转机，然后好像是高转机附带了一个嘣嘣嘣的这种感觉。反正就是你们自己去想吧，自己去想，大概就是那么个感觉，好吧？整体的评价就是这样吧。我可能对这个车的评价，我认为是比较公平的啊，比较公平的。还有就是这个还有什么要没说的吗？这个车的后刹感觉一般般啊，后刹感觉不是特别好，前刹表现比较好，后刹感觉不是特别好啊。整体评价就是这样吧。我觉得你如果问我哪个车好一点，可能CU525它作为一台巡航车，它的低扭还是比这台车要好一些，它还是保留了一些那种低扭巡航的一个骑行的感觉啊。然后你如果说真实的包括动力啊或者各方面去评价的话，CU525可能包括外观这些这个 CLC525 综合得分应该要高一些啊。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它这个车用的是一个中置的多连杆啊，这么一个减震啊，理论上来说，这种减震结构是比那种双腔减震的这个级别或者说最好的表现要好一点的啊。然后我实际过来一下坎儿，就是感觉也还好吧，可能稍强一点，但这种巡航车的这种天生的架构的劣势就放在这里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看这个车的冷却液落在这个位置，这个我朋友骑那个仿赛这个车是比较爱烧冷却液的，所以它这个冷却液放在一个比较明显的位置，能够让你比较好的去续，也算是好事啊。春风这儿啊写了1989啊，这个春风也开始搞历史这一套了，可能到了这个再过个几百年吧，春风也能说自己是这个大厂啊。好吧，我们就最后再看这个，包括他们做的这个什么做件皮的这种质感。它这种质感，或者是汽水算比较好的，这次汽水真的算比较好的，看着算比较舒服的。整体基本就是这个样子吧，好吧，兄弟们，它这个按键就不聊了啊，按键还是它之前那个仿赛上用的那套按键，就基本合格，也算是他们自家研发的这么一个按键，好吧。包括它这个也是，它这儿设计的也是。这种巡航车最传统的这种钥匙的方法啊，你比如说上面这儿是锁龙头，就如果你骑过哈雷的话，你就会对这种设计是非常熟悉的啊。就是它在这块的还原度上做的也不错。然后刚才有一个小东西没说，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仪表，这个仪表是我觉得可能是设计这车上不是这个仪表，这大灯啊，这大灯可能是我觉得这车上设计最出彩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现在的国产设计在设计圆灯的时候，都意识不到这个前面这个圆灯应该是小而精致的，就是作为一台巡航车，它前面的圆灯应该是小而精致的这么一种感觉。很多厂家好像都没有 get 到这个事情。春风算是把这个灯，我觉得做的质感还算是比较好。如果这一圈这个东西如果能是金属的，可能感受会更好一些。但是现在的看起来这个感觉，它这个灯感觉是做出来了的啊，就包括就是这种巡航车整个给人的这种啊，这两边一个比较粗的这种东西，上下的一个这样，然后中间一个小小的灯，这种感觉，这个灯可以做的再小一些啊，能更小，这个质感可能会更棒，当然很多人可能就无法接受了，对吧？这个地方啊。它的这次设计是用了新的，你包括这个没什么人能看到的地方，它也做了一个这种1989这玩意儿，你把灯关一下，把灯关一下，它也做了个1989的这种这么一个标志吧，这春风可能以后可能也是看这种什么哈雷印第安写1989写的比较多，
写他们这个年份写的比较多，除非把自己1989也写上了。它这个还是比较年轻的啊，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品牌，还比较年轻的一个品牌。就这个车上现在通用件比较少，没什么通用件了啊。这个地方壳子什么做工，还是好了不少的，好了不少的。这车油箱是多大来着？12升油箱，凑合够用吧，应该还是凑合够用的。然后这个车的价格啊，这个车的价格我刚才没有给大家细聊。我这个车的这个现在是卖个28000，门店没优惠吧？门店没优惠，27000。不能过来再谈了是吧？没有再谈的可能了。对。门店没优惠，它就是2万。确保月底有车啊。确保月底有车，28000块钱。确保月底。然后比那个无极的车便宜2000块钱，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啊。这个车算是我个人算是比较满意的吧。我觉得算是比较满意的，然后它这个减震的表现，我觉得也是 OK 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吧，基本就这样吧，该拍的我觉得都拍过了啊。然后我专门找了一下这个店老板啊，店老板是1.84米，是1.84米是吧？对。而且也稍微有点中年发福的这个状态，坐上去以后显得。车也不是很小啊，也不是很小，就这个车显小是比那个525 CU 要它整体还是要显，就这个车它看着也不大，但是它坐上去以后车没有那么显小。CU 525那车看着不小，但坐上去以后显得贼小，有点尴尬啊，反正就有点尬，兄弟们，好吧，那整体基本就是这个样子吧，我就该拍的东西都拍全了。